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机器人控制的上下文世界模型，简称 ICWM。研究来自复旦大学，让机器人凭直觉适应新环境。传统方法需大量数据重新训练 ，ICWM 实现零参数微调。在未知视角下，模型无需更新参数即可完成操作。长视野任务的成功率提升了 26.4%。模型即插即用，不修改底层代码就能直接部署。右侧的机械臂点云图体现了对环境的实时感知，核心是把世界模型作为上下文，让机器人自我校准。这为具身智能走向通用机器人提供了全新路径。实际上，人类天生就具备快速校准的本能。拿起未知键位的游戏手柄时，会随手探索，随机推拉摇杆观察屏幕画面的变化反馈。这种互动能瞬间建立按键与动作的映射关系。无需说明书就能构建心智模型，掌握控制规律。整个过程不依赖任何额外任务知识或人类演示。这种能力使人类能零成本适应任何新设备。它为机器人实现类似的自适应提供了关键启示。传统视觉语言动作模型有一个危险假设，它们默认测试环境等于训练环境。一旦视角或场景改变，视觉与动作的物理对应关系就会丢失，这导致机械臂末端出现严重的漂移，抓取动作频繁失败，无法精准定位目标。修复这个问题只能重新收集大量数据，然后对模型进行耗时的微调，成本极高。这种假设限制了机器人在真实世界的部署。传统上下文学习的本质解决行为规范，即要做什么。它高度依赖人类提供的目标演示与示范，但真实部署的难点在于系统识别及系统如何运转。机器人必须自主感知系统配置 PSI， 从而理解物理法则。缺少这种系统识别能力会导致视觉与动作失配。这正是传统方法在未知环境中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。机器人每次行动前都需要先搞懂所处空间的相应物理法则，这要求模型具备测试期自适应能力，而非静态数据匹配。该框架将系统识别转化为上下文适应新范式。自主推理通过简短自我互动推断底层系统变量，零参数更新，不修改任何代码，瞬间适应新配置。任务不可知，无需专家演示，靠随机动作校准。这三个优势共同构成了零负担的适应能力。它不依赖海量标注数据，也不修改模型参数。这种范式突破了传统上下文学习的局限。机器人从此能像人类一样快速校准自身系统。第一步，执行试探动作，即无规律的随机运动。第二步，收集交互上下文，记录动作前后的视觉对应关系。第三步，隐式建模，自动领悟几何映射的内在规律。第四步，带着世界模型精准控制，完美执行任务。这四步构成闭环，让机器人自主完成系统校准。整个过程无需任何参数更新或人类示范，核心是用互动上下文替代传统繁琐的标定流程。这就是 ICWM 实现零样本适应的具体操作机制。ICWM 训练阶段采用前缀拼接技术，模型将任务无关的交互作为上下文放在指令前，这样模型必须从上下文中提取动态信息，才能准确预测后续的动作与目标序列。训练数据来自多视角的交互数据池，隐式训练信号迫使模型学习系统的推理。公式显示，模型依赖系统配置视觉与语言指令。这种训练让模型学会了看懂互动过程。部署阶段第一步是主动试探，相当于机器人在未知环境中的热身。它会在安全工作区内多方向随机运动且互不干扰。环境安全区绝对不触碰目标物体，保护环境初始状态。随机动作采样能充分暴露当前环境的局部动态流行。每次试探都记录动作前后的视觉变化，并积累交互上下文。空间多样性确保模型看到足够多的运动与视觉映射互不干涉原则，使得环境保持原状，不影响后续任务。主动试探为后续上下文执行提供关键的系统识别信息。部署进入第二阶段，即上下文执行。模型接收试探记录、当前图像与语言指令，这些输入被送入预训练的视觉语言模型。模型自动隐式，推导出系统动态变量谱系，随后输出精准的动作序列。整个过程无需任何梯度更新，这意味着模型能瞬间适应全新视角。这种能力完全来自上下文互动信息。ICWM 架构最核心的特征是零新增参数。
骨干网络采用 Qwen 2.5 VL3B， 动作分词器使用 FAST 离散化连续动作。关键创新是普赛与 VLA 骨干完全共享参数，所有参数均来自同一个预训练骨干模型，这意味着没有任何额外参数需要训练或存储。零参数负担带来极佳系统兼容性与训练效率，设计使 ICWM 即插即用且无需微调。传统 VLA 模型假设环境与相机视角固定， ICWM 则将其视为可变的系统配置。在上下文用途上，传统模型仅接收任务指令与演示， ICWM 通过自主探索来识别系统动态。测试期泛化方面，传统模型需要大量数据微调， ICWM 实现零样本无参数更新，适应任务先验知识上，传统模型依赖人类专家演示。ICWM 无需预先提供测试期演示，即插即用。ICWM 在 Libero 验证中表现优异，未知视角下 ICWM 成功率提升 12.9%， 比强基线模型平均高出 12.9 个百分点。强基线模型仅采用多视角数据扩充，但单纯扩充数据无法解决几何外推，必须依赖模型测试期的动态适应能力。ICWM 通过交互上下文实现环境校准，验证了框架应对未知视角的有效性和必要性。长视野任务对机器人是更严苛的考验，连续步骤会成倍放大视角偏移带来的微小误差。ICWM 在已知视角下实现了 29.9% 的成功率提升，在完全未知的视角下也提升了 26.4%。这得益于心智世界模型对空间坐标的锁定，它从根本上消除了滚雪球式的误差累积。这种优势在复杂长任务中尤其关键，表明了动态适应的不可替代性。真机部署实验将 ICWM 从仿真推向现实。验证平台选用 UR5E 机械臂与夹爪系统，挑战设定为6种完全未知的相机视角。传统 VLA 模型成功率从 68% 骤降至 17%， ICWM 则完美遏制了这种性能退化。它证明了适应能力并非虚拟环境中的数字游戏，即使在真实机器人上动态校准同样有效，这为实际落地提供了有力的泛化证据。真机对比直观展示了成败的视觉证据。左侧传统方法出现空间错位，机械爪反复抓空，这就像戴错度数的眼镜，无法对准目标。右侧 ICWM 实现了动态校准，利用交互上下文锁定几何形状，机械爪精准抓取毛绒玩具，一次成功。两种方法在相同视角下的表现截然不同。视觉证据说明动态校准弥补了空间感知的缺失，它让机器人真正看到并理解当前的物理环境。研究团队设计了4种试探策略来验证适应能力的来源：随机全向运动、仅水平运动、仅垂直运动与仅旋转抓手。所有策略的成功率都超越了基线模型15到27个百分点，这证明适应能力源自互动行为本身，而非特定轨迹。即使只做垂直运动或只旋转抓手，性能依然显著提升。结果排除了运动模式对适应效果的决定性作用，互动上下文本身就能让模型重新校准系统配置，这为部署阶段的试探设计提供了极大自由度。物理形变挑战，超越视角偏移，考验形态泛化。机械臂加装80毫米电块，打破原有运动学传统模型，成功率仅 5.6%， 几乎完全失效。ICWM 成功率达 14.4%， 远高于传统，后者成功率是前者2倍以上，优势明显。模型能通过互动上下文重新推导运动学规律，模型不仅能适应新视角，还能适应新躯体，虽绝对数值不高，但开启了形态泛化的大门。本项挑战测试了机械臂连杆长度的系统性收缩，传统基线模型成功率从 57% 急剧降至 28%， ICWM 框架则从 77% 仅温和下降至 62% 左右，两者最终差距显著达到了整整34个百分点。偏差越大， ICWM 的性能优势越突出，这充分体现了其独特的优雅降级特性，同时有力证明该框架可以适应本体运动学变化。这一测试为机器人通用性开辟了全新的道路。ICWM 的世界模型能力几乎不增加计算代价。在单步延迟测试中，基准模型 0.112 秒，使用3个试探片段时，延迟为 0.165 秒，5个片段也只增加到 0.185 秒。这一微小的增量来自额外的上下文处理。研究团队引入 KV 缓存技术，
加速静态上下文，缓存开启后延迟迅速降至接近基准水平，这使得世界模型能力的附加成本接近于零。具身智能的范式正在发生根本转变，从静态死记硬背走向动态推理引擎。传统思路试图穷举所有视角与形态组合，这陷入不可逾越的维度诅咒。ICWM 启示利用大模型序列建模能力，赋予机器人现场校准与即兴发挥能力，这使得机器人能理解自身所处的物理空间，最终迈向真正的通用机器人时代。诊断真因从数据不足转向测试期系统识别。零成本适配，以任务无关视频达成零参数、零示范。全面碾压解决未知视角空间模糊，成功率跃升。边界突破，解决视角偏移，开启形态迁移、物理泛化。该方法不依赖人类示范，也不修改底层参数，互动上下文足以隐式推导系统的动态特性。这消除了传统模型对大量微调数据的依赖，为通用机器人适应提供了可扩展的实践路径。框架让机器人通过上下文世界模型适应新环境，在未知视角与形态泛化任务中，成功率显著提升。这彻底改变了传统依赖海量数据或微调的范式。当前边界主要应对视觉变化与运动学改变，未来可结合传感器与在线学习，例如力反馈。这项研究为通用机器人提供了可扩展实践路径，它让机器人真正拥有理解世界的本能。该工作由复旦大学、上海创新研究院等完成。论文题为《上下文世界模型机器人控制》，邀请阅读。